离开马来西亚20年后，今年初我们尝试了旅居马来西亚，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荷兰。无论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在荷兰，我们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哪一个国家比较好，我们比较喜欢住在哪一个国家，你们觉得呢？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每当我们被问到刚才那些问题时，我们都会告诉对方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，真的不觉得有哪一个国家比哪一个国家好。或许你会和他们一样，都觉得我们是在说客套话，一定有一个国家是我们比较喜欢的，但我们真的没有，我们都是实话实说。所以这一集将和大家分享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。在马来西亚旅居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得到了许多方便，乃至我们现在回到了荷兰，也失去了之前所有的方便，甚至增加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繁琐的事情。但我们还是不能说马来西亚比荷兰好，或是荷兰比马来西亚好。这并不是我们虚伪哦，而是这两个国家给了我们不同的生活体验，在这两者中都有它的好与坏。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适合我们生活的国家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好，那我先说说我们在这两个国家真实的日常生活吧。我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，我们在荷兰没有帮佣，没有钟点工，也没有家人会帮我们料理一日三餐和家中的大小事。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必须要自己去完成，甚至有些东西还要自己 DIY 呢。因为这里的人工费实在是太贵了。在吉隆坡旅居工作的那段时间，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堂，我们超享受的。因为我们不需要去想今天要煮些什么，我们是不是又要去超市买菜做饭了，我们的早餐要准备些什么，我们的院子是不是又要打扫了，还有很多琐碎的事情。在吉隆坡旅居工作，我们每天只需要想我们今天要完成些什么工作，要去哪里打包吃的，想吃些什么，就连咖啡也不需要自己泡，直接在妈妈档或是 Kopitiam 打包就好了。在马来西亚，无论是在哪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好吃的，而且价格也不会太贵。当然啦，如果你是去高级餐厅的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但这些 luxury 我们在荷兰都做不到，我们无法每天一日三餐在外解决，因为这里没有大排档，没有 Kopitiam， 这里的消费也很高。在荷兰，一杯小杯的咖啡最便宜也要2块欧元，但在吉隆坡，我们只需要付大概2块4马币就能买到一袋 Kopi O 冰，我们觉得这个是超酷的。我们上个星期去吃 Burger King， 2个套餐我们付了16欧元，这等于大概80块马币。你可想而知，80块马币，我们在吉隆坡吃的就不只是一餐 Burger King， 我们吃的可能就是一日三餐加甜点了。吉隆坡的生活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方便到不要，超级加分。不过啊，这个方便也只有我们旅居吉隆坡才能享受到。那你可能就会问，为什么不长居马来西亚呢？实话实说哦，马来西亚的工作文化没有欧洲的好。我之前就说过了，我看到我大马朋友的工作方式，没日没夜的在工作，有些甚至一个星期工作60个小时。虽然马来西亚的公共假期很多，但是年假并不多，工作压力也比较大。再加上这些年那里的工作文化也没有太大的改变，我非常肯定我们无法适应那里的工作环境。我也很确定这一类型的工作文化并不适合我们，我们会工作的不快乐。另一个现实考量就是赚欧元花马币肯定是比较好花的咯，而且赚马币花马币的话，我们在那里的生活压力可能就和当地人一样，所以在这方面荷兰是非常加分的。而且吉隆坡是属于快节奏的城市，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哦。在那里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在短时间里完成，除了政府部门之外，但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全世界大部分的政府部门都差不多一样，但像排队买东西就不需要等太久。当我们进入一家餐厅，马上就会有招待员来问我们想要点些什么。只是当我们长期处在快节奏的城市里，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，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感到疲惫。
这时的我们就会想要逃离这座城市。而荷兰和马来西亚恰恰相反，它是一个非常慢节奏的国家，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选择的机会，就是当我们感觉累了，想要放慢脚步，我们可以选择回来这里住一段时间，过上宁静和慢节奏的生活。在不同的时间点，我们会希望处在不一样的环境，所以在这方面并没有哪个国家比较好，两个国家在不同的时间点都给予了适合我们的生活。那你问外国人在异国生活会不会少了归属感？其实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先生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。在我之前的影片就曾经分享过，少了归属感是因为没有融入当地的生活。无论是在马来西亚还是荷兰，要融入当地的生活，关键在于要会说当地的语言。只要你会说当地的语言，当地人就会很愿意和你聊天，很愿意敞开心扉和你分享他们的生活，他们对你会更 open， 之后你就会少了那种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感觉。我实话实说，我一开始在这里生活也没有尝试去融入这里的生活，那时的我对这个国家只有抱怨、不满和比较，总觉得这里没有什么好的，好像什么都不好，自己也生活得非常不快乐。之后我发现这一切都是多余的，我无法去改变别人的想法，我也无法去改变这里的环境，我只能改变我自己和调整我自己的心态。之后我看到的人事物都变得不一样了，无论是交朋友还是找工作都变得比较容易。其实这和国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更多是在于自身的问题还有心态。荷兰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，小到我们甚至可以骑自行车到另一个城市，很多地方都可以步行到达，交通也相当便利。也因为国家小，所以基础设施比较完善，比如说车有车道，自行车有自行车道，在马路上骑自行车也不会感到害怕。在这里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在网上完成，但在马来西亚，所有的自行车、巴士、汽车、摩托车都合并在同一条车道上，在那里骑自行车是很危险的。虽然吉隆坡乘搭地铁非常方便，但一离开了城市，到了郊区，这一些方便也就消失了，而且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亲自去才能完成。当然，荷兰也因为基础设施相当完善，很多东西都需要付费。就说最普通的公共厕所好了，这里大部分的公共厕所都需要付费，可是马来西亚大部分的公共厕所都是免费的，而且这里的客服也没有马来西亚好，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只能说各有千秋吧。如果真的要比较，也只能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处在不同的国家，我们看到的人事物还有生活方式都不一样，而我们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。总的而言，有得必有失，有舍必有得。我常说我们失去了一些，但我们也得到了一些。马来西亚是一个美食天堂，也让我们体验了五彩斑斓的生活，而荷兰是一个静谧的国度，却是一个工作的天堂。如果真的要你选，你又会选择哪一个国家呢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